首先呢，订阅破1万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随着频道上的运动影片越来越多，开始会有人留言，想要更有效的运用这些运动影片，去安排成一个完整的运动计划。接下来我整理了4个大家很常问的问题，一口气帮大家解惑，还要教你打造最适合自己的运动计划。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，可以在下面问我，我会尽力解答哦。第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我真的很常在留言被问到。我每天跟着影片一起运动，要多久才会有效果呢？如果你是刚开始接触运动的人，在搭配饮食控制的情况下，规律运动，我相信一般只需要4周的时间，你就可以明显感觉到体态上开始产生变化了。如果你是以减脂为运动目的的人，这边一定要特别提醒一下，除了运动非常必要，搭配上饮食的控制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想要成功的减脂，一定要了解 TDE 是什么。如果还没有看 TDE 这支影片的，可以从这边点进去看哦。第二个问题，请问1.6米，我每天做这支影片的运动量就够了吗？会不会太少了？一般来说，一次的训练时间最理想是在45分钟到1个小时。拜托你先不要急着把影片关掉。特别强调，45分钟到1个小时是最理想的状态，还是要视个人身体的情况做调整哦。因为如果你是3个小孩的妈，或是上班天天都还要加班，家里还养了2只狗1只猫，怎么可能叫我每次挤出这么多时间来运动啊？如果你每次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运动，很棒。如果你每次只能花20分钟运动，那也很好。而且你的身体如果现在运动10分钟就已经很累了，那我相信每天10分钟的运动对你的体态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哦。所以运动量究竟够不够，其实还要评估你过去的运动习惯，还有每天总热量摄取等等的问题。第3个问题，1.6米，我做完这套训练，身体已经很酸了，明天还要继续做吗？原则上，一个部位在训练过后，最好给它48小时的时间休息恢复，这样才能够达到最好的训练效果，也能够降低训练时受伤的情况发生。如果一组训练对你来说太轻松没有压力的话，那你可以考虑增加强度或者是组数。如果你是刚开始训练计划的话，48小时的休息之后，你可能还是会感觉到酸痛。这样子的状态之下，是可以再一次进行正常训练没问题的。前提是，只要你的动作没有被酸痛影响到完全做不正确的话，都是 OK 的哦。然后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运动过后不要偷懒，花个5到10分钟做伸展运动，可以很有效的缓解肌肉酸痛的问题的。另外，也可以考虑运动过后补充蛋白质，帮助改善酸痛的情形哦。第4个问题，1.6米，我跟着影片运动完可以吃东西吗？有吃什么可以变瘦的吗？运动过后的确需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跟适量的碳水化合物跟糖分，来帮助我们的肌肉做修复的动作的。然后在饮食上啊，其实没有哪一个食物的作用是吃了直接变瘦的。虽然有些食物会有帮助你提升代谢的效果，但是东西都还是有热量的。即使是鸡胸肉，猛吃还是会变胖的啊。那到底该如何安排一个完整的运动计划呢？这时候可能会有人想问，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完整的运动计划，练不一样的部位呢？我难道不可以想要运动的时候就点开频道，然后挑一个喜欢的运动影片跟着做就好了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 CP 值就会比较低嘛。举例来说好了，如果我有小肚子想减脂，练出性感的马甲线，那我练完肚子之后，需要休息48小时之后才能再练。那让肚子休息的这48小时，如果我就只是躺着吃洋芋片看 Netflix， 那不是很浪费吗？当然要乘胜追击呀！我们可以利用核心休息的这48小时，再去练像臀腿这样子的大肌群，不仅可以紧实臀腿的线条，还可以大大的帮助燃烧脂肪跟消耗热量，那练起来就会更有效率咯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的是高效率的雕塑身材，现在你就要开始设计属于你的运动计划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身体的肌肉分为4大类别：臀腿、推、核心跟拉这4个类别。把这4个类别安排在1周的4天做完，这样除了4大类别都可以做到，还可以不用去思考肌肉需要休息48小时的这个规则。第1天臀腿日，我们就可以选像是10分钟美臀训练、9分钟初阶长弹力带练臀运动，或是超简单20分钟大腿运动等等。第2天推日，主要是训练我们的胸部、肩膀跟拜拜袖。所以我们就可以选10分钟蝴蝶袖快速紧实，或是7分钟保特瓶美胸运动的影片。第3天核心日，你就可以选10分钟全站立瘦腰训练、10分钟瘦肚子，或是10分钟马甲线训练这类的运动影片，再搭配上 HIIT 训练。
第4天拉日，主要是训练我们的背肌、上臂跟前臂，也就是我们的整只手臂啦。那当然就要选15分钟保特瓶美背训练，或是超实用长弹力带瘦手臂啦。接下来，如果你想要改变健身的天数或者是运动的强度的话，要记得第一，想要增加1周运动的天数，你可以再选1天做你想要加强的部位，或是做 HIIT 来加快燃脂的速度。第二，如果你1周运动的天数不到4天的话，就可以依照臀腿、推、核心、拉这个顺序，顺着一直重复排下来就可以了。例如，你只能有周3跟周6可以运动，那就是臀腿、推、核心、拉，臀腿、推、核心、拉。第三，如果想要增加强度的话，可以选择比较难的影片，或是直接做2步、3步。第四，因为核心训练那天是1周最轻松的日子，所以我会选这一天再多做一组 HIIT 来提升运动的效率。第五，一个肌群训练完之后，最好休息48小时，再进行下一次的训练。一个运动计划建议执行8到12周之后再进行调整，不要常常换哦。第六，为了减缓运动后的酸痛，避免受伤，一定要记得安排运动前的暖身跟运动后的伸展拉筋哦。最后，我要提供几个能够帮助我们坚持跟着计划走的小诀窍。第一，把你的健身计划记录下来，只要完成1天的训练就打勾，而且最好手写。每个人都有怠惰想放弃的时候，但想偷懒的时候，想到自己前面的努力，今天的懒惰就是对不起昨天的自己呀。第二，坚持记录自己的身体，像我就是每周5运动完，固定会量3围体重，甚至对着镜子自拍，把自己的进步记录下来，成就感爆表，还会懒得运动吗？第三，在不运动的时间，选1天当做你的动态恢复日，做你喜欢而且享受的低强度运动项目，像是长时间的遛狗、游泳、瑜伽，或是滚轮筋膜放松，是一个没有设定运动目标，单纯休闲为主的动态恢复日，这可以帮助你从运动日的紧张气氛中抽离，好好的放松一下身心。第四，找到运动的乐趣。有的人要有伴一起运动才有动力，那你就尽全力推坑一个你的朋友跟你一起运动。有的人需要一直有人在旁边赞美，就可以天天运动，那你就威胁你妈、你姐、你哥、你男友，还有你家的狗，天天都要对你说：哇，你最近运动怎么这么有成果，身材变得好好哦。好，结束了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跟着我一起动起来，差不多该为了夏天海滩做准备了吧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健身的问题，都可以留言给我，我会尽力回答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